老师，气有元气、胃气、营气和宗气的分类，我们还有肝气、心气、脾气、胃气、肺气和肾气的描述。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脏腑之气呢？人体的气除了有元气、胃气、营气和宗气4种分类以外，还有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等等。实际上，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都是元气所派生的，是元气分布在脏腑经络而形成的气，它能维持和推动脏腑经络的正常生理活动。所以，为了便于理解肝气、心气、脾气、胃气、肺气和肾气这些脏腑之气的意义，我们可以转化成如下的描述来理解。比如，肝气就是肝的疏泄和藏血的功能，心气就是心的主血脉和主神志的功能，脾气就是脾的运化的功能，胃气就是胃的受纳腐熟的功能，肺气就是肺的呼吸、宣发和肃降的功能，肾气就是肾的藏精的功能等等。比如我们说脾气充足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脾的运化功能是正常的；脾气虚弱呢，就可以理解为脾的运化功能失常；心气充足就可以理解为心主血脉和心主神志的功能正常等等。老师，气和血的关系是气为血帅，血为气母，其中气能生血，血能养气，气能行血，在日常的生活调养中有什么指导意义呢？由于气血同源，气为血帅，血为气母，因此我们对气或者血的病变时，常常要整体考察，才能更有效地治疗疾病。比如对于血虚的病人，我们在用当归进行补血治疗的时候，因为气能生血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在补血的基础之上，同时加上补气的药进行治疗。比如当归加黄芪，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补血的效果。同样的，对于气虚的人进行治疗的时候，由于血能养气，因此我们在用黄芪、党参补气的基础之上，还应该配合诸如当归等补血的药物来进行治疗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有血管硬化倾向的人逐渐增多，这容易导致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。血管硬化在中医多辩证为血瘀，治疗上通常采取活血化瘀的方法来进行治疗，比如选用田七和丹参等等药物。但是只是单纯的用活血的药物，效果通常是不太好。气为血帅的理论告诉我们，气能行血，因此我们在活血的基础之上，再加上补气行气的药物，比如西洋参，就能更好的软化血管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因此我们推荐给大家，尤其是老年人朋友，将西洋参、田七和丹参这3种药物联合应用，是预防和治疗血管硬化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保健方法。